各位好，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部影片。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带领下，全球经济被翻了好几面，而整体经济的关键在于规则改写。我花了好多时间不停改写文稿，大家记得订阅、点赞，给我个鼓励吧。好的，我们来谈谈2025年。贸易与投资判断标准正在被迫改变，过去各大企业优先考虑成本与效率，现在则先看安全、政治关系以及供应链会不会被限制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主要聚焦3件事。第一，2025年的关税战本质是在重新划分关系。第二，各国在这套贸易战争里分别被分到不同角色，台湾的位置尤其特殊。第三 ，AI 撑住了2025的投资动能，但2026会开始显现代价。2025年全球经济仍在成长，多数国家的通膨已经回落，货币政策进入缓慢调整期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世界的运作方式已经不同。全球经济的运作逻辑正在从低成本配置转向安全优先配置。白话一点说，过去企业想的是哪里工资便宜、税金低、运输快就去哪里做，现在企业更常先问的是这个地方会不会被制裁，会不会突然被加税，零件会不会断供，或会不会卡在港口。这个转变带来的结果很直接，那就是供应链更安全，但也更贵、更慢，而且更容易受到政治事件影响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，数据看起来还能跑，但很多人会觉得不踏实，因为不确定性明显提高了。2025年的关税战核心不是税率本身，而是你跟美国的关系被怎么定义，可以用3种角色来理解。第一种，关系很好的兄弟，代表国家是英国与澳洲，这一对的特征很清楚，关税相对低，谈判速度快，正面冲突少，安全与政治立场高度一致。白话来说，这些国家跟美国之间很多事情早就站在同一边，谈起来比较像内部协调，而不是外部谈判。这一层决定的是你是不是自己人。第二种，确认关系的朋友，代表国家包括欧盟、日本与韩国，这一对的关税不算最低，但几乎一定伴随交换条件，常见的内容包括对美投资、能源采购、供应链调整，还有市场开放承诺。白话来说，你可以当朋友，但朋友要拿出诚意，而且这个诚意往往是长期承诺，不是一次性的让利。这一层决定的是你愿意交换多少未来。第三种，需要谈判的店家，代表国家是中国，印度在部分议题上也接近这个位置。在这一层，关税本身就是谈判工具，加税、反制、再谈、再加压，本来就会反复出现。这里处理的不是关系确认，而是产业竞争与战略博弈。白话来说，这不是要不要当朋友，而是能不能承受长期压力的问题。这一层决定的是你能承受多长时间的压力。而台湾感觉上不完全属于上面任何一种，比较像是有点钱且具有战略价值的棋子。台湾高度站在美国这一侧，这在安全与科技上几乎没有模糊空间，但同时台湾也长期承担结构性代价。这些代价大致可以分成3种。第一，成本变高，同样的产品与产业需要用更高的安全、合规与分散成本来完成。第二，选择变少，供应链、投资与市场配置越来越不是选最划算，而是选最安全。第三，风险变集中，位置越重要，任何地缘政治或政策变动对台湾的影响也越直接。这些压力不一定反映在关税数字上，但会长期存在于产业决策与经济结构之中。当关税变成关系管理工具，贸易体系自然走向政治化，多边规则的影响力下降，双边谈判变成主流。白话来说，规则还在，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做生意的，常常变成你跟谁比较熟，你能交换什么。这会带来3个长期后果。第一，供应链更安全，但效率下降，成本上升。第二，产业更容易被迫站队，市场不再只靠价格竞争。第三，资本流向更集中，资金更偏好政策明确、被视为安全的地方。2025年全球经济在川普这样翻的情况下还能撑住，其实有一部分重要动能来自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，资料中心、算力基础设施、晶片与能源投资，形成一股高度集中的资本浪潮。白话来说，
有一群公司用非常大的资金，把算力基础建设当成新时代的高速公路在盖。这股浪潮支撑了股市企业信心以及部分国家的资产效果。但这套逻辑成立有一个前提，市场必须持续相信这些庞大的资本支出未来真的能换到生产力。AI 投资对就业的带动并没有等比例出现。白话来说，钱砸下去很快，但工作不一定增加，甚至很多环节会被自动化取代。因此你会看到资本很热，但一般人的体感相对冷的落差。2026年将是政策与投资选择开始反映成本的一年。各国的方向其实很一致，政府更倾向花钱撑增长，供应链保护会持续。AI 仍然是核心投资主题。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重点包括通膨是否反弹、债务与利率的压力、AI 投资能否延续、就业结构的调整成本，以及中美博弈的下一步。2025是新规则成型的一年，而2026年是代价逐步显现的一年。对台湾来说，真正的风险不是站错边，而是在这套新规则里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